结婚1年，我肚子一直没有动静，婆婆开始有了怨言，半夜再趁我们睡觉跑进房，要教导我们受孕技巧。我发了怒，将她赶走，她却拍了我弯腰干家务的照片发朋友圈。那么大屁股有什么用？还不是不会生娃。我反手将她和我老公躺在一起的照片发朋友圈，就你会生，这是打算生2胎喽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晚上洗完澡，我脱掉衣服，刚准备跟老公睡觉，感觉到有人在偷窥，往门口一看，发现房门不知道什么时候偷偷打开一个缝，婆婆周艳梅正探头偷看我们。我尖叫一声，躲进被子里。婆婆不仅没有立马退出去，反而进来。她来到我面前，一脸认真地说：“娇娇啊，你刚刚那样不利于受孕，来，你起来，我告诉你怎么弄。”被子里我不着片缕，隔着被子被她那么一拍，我震惊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妈，你在说什么？这是我跟童虎自己的私事，你跑来凑什么热闹？赶紧出去吧！我忍着怒意，语气还算平和。你怀孕怎么是私事？这是我们童家第一大事。婆婆还在拉扯我，你们结婚都1年了，你肚子还没有动静，肯定是你技巧不对。你赶紧起来，我教你，一定能够顺利怀上。她疯狂扯我的被子，我拼命拽着，只感觉要疯了。眼看着她就要将被子掀开爬上床，我突然伸出脚，猛地踢了她一脚，将她踢下了床。婆婆摔到床下，哎呀哎呀的痛苦呻吟着。妈，您没事吧？刚刚一直没反应的老公立马下床，担心地将她扶起来。婆婆还在呻吟。哎呦，我的老腰哦！李娇娇，你是想谋杀我吗？妈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刚都跟您说了，这是我跟童虎的事情，我们会自己商量着来。您非不听，还要上手，你好得很！周艳梅指着我，气得脸色铁青。我赶紧示意老公道：“你还不快点将妈扶回去休息？”老公这才动了，将他妈带走。我心中松了口气，想想刚刚的情形就荒唐。自从我跟童虎相亲认识结婚已经1年了，我的肚子还没有任何动静。婆婆开始着急，各种明里暗里催生，只要不是太离谱，我都随她去了。没想到这次居然直接进我们新房，要指导受孕技巧，简直荒唐至极。老公过了1个小时之后才回来，我都快要睡着了。听到他上床的声音，我迷迷糊糊地问了一嘴：“妈没事吧？你还知道关心他？刚刚你那一脚，难道不怕给老人家踹骨折？”老公很生气，对着我就是一顿数落。现在知道心疼他妈了，当时他妈发疯的时候，怎么不见他阻止半句？心疼我呢？要不是你刚刚在旁边跟个死人一样，不知道阻止，我至于那么着急吗？我妈也是求子心切，你就不能多理解理解？哪个儿媳妇像你这样，又让我理解？谁能理解我？算了，我懒得跟你多费口舌，先睡了，明天还得上班。童虎将被子一卷，背对着我睡下，没过多久就鼾声如雷，而我却睡不着。整这么一出，我心里憋屈死了。我丈夫却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。想到婚前他对我的体贴爱护，再对比现在，我心中一阵失落。第2天我是自然醒来的，婆婆今天居然没有催我起床。往常还没7点，婆婆就喊我起来。虽然我是自媒体工作，不用去公司，但是她也见不得我睡懒觉。我出来看了一眼，老公已经去了公司，家里没有婆婆人影，估计出去了。也好，她不在，我自在，正好可以拍点视频发抖音。
等我拿起手机，随手翻了一下朋友圈，一股怒意直冲脑门，手机都差点被我摔了。半个小时之前，婆婆发了个朋友圈，屁股那么大有什么用？还不是不会生娃。下面配图一张我在客厅擦桌子弯腰的图片，那个视角正对着我的臀。由于夏天我穿着短裙，自然一览无遗，很不得体。而这条朋友圈下面已经有很多亲戚点赞评论了，我立马给婆婆发微信，努力压抑着怒意：妈，您朋友圈发我那张照片是什么意思？请立刻删掉。婆婆没有回我，但是我却看到她在朋友圈回复了大姨的评论：大姨，娇娇这屁股是大，真是白瞎了。婆婆回复大姨：谁说不是？昨晚我要教她一些受孕的技巧，她居然还对我动手。大姨回复婆婆：这过分了呀，媳妇怎么能对婆婆动手？婆婆回复大姨：哎，那能怎么办？我命苦啊。三姨、二姐，我这里有一些怀孕偏方，你拿回去给胡子吃吃看。婆婆回复三姨：好，我现在过去。微信不回，我在朋友圈下面留言：妈，请您删掉朋友圈。婆婆仿佛瞎了一样，就是不回我，在下面跟几个姨聊得热火朝天的。大姨回复我：这朋友圈也没什么，干嘛让你婆婆删掉？婆婆回复大姨：估计是看我说她不高兴了吧。大姨回复婆婆：这就不高兴了呀，当婆婆的还不能教育儿媳妇几句了。说到底还是为了他们两口子，毕竟孩子生出来以后是替他养老送终的。大姨回复我：娇娇啊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三姨回复大姨：要我说，还是二姐脾气太好了。我家那个儿媳妇，我说一她都不敢说二，拿捏得死死的。看着她们三姐妹一唱一和，各种针对我，跟当初新婚时候判若两人。我大约明白是上次那件事得罪了他们。当初我跟童虎结婚的时候，我家人知道他条件一般，也没有要求太多，只让他意思了一下，给了3万彩礼。后来我嫁过来的时候，我爸妈还给添了10万嫁妆钱，连带着彩礼3万都让我带来，作为这个新家的启动资金。婆婆听说后很高兴，直夸我爸妈大方，还经常在亲戚面前炫耀，娶了个媳妇回来基本没花钱。几个姨当时都夸她有福气，但是没过多久，大姨就找我借钱，一开口就是10万，当时我都懵了。大姨找我一个刚嫁过来的新媳妇借钱，我有些排斥，但本着不得罪人的原则，我问她借那么多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她说小刚不是谈了个女朋友吗？意外怀孕了，我们想着直接结婚，但人家女方非要10万彩礼才答应，否则就要带她去引产，这可是小刚的骨肉，我绝对不允许流掉。儿子娶媳妇的彩礼钱要找我这个外人借，我委婉拒绝。可是我手头上也没有这么多钱呐，钱都存成了死期，一时半会也拿不到。当初你跟胡子结婚，你爸妈不是给了一笔钱吗？你把那笔钱拿出来给我挪用一下，大姨以后还你。好家伙，这是打上我嫁妆钱的主意了呀！我看了婆婆一眼，知道是她给我传出去的，没多想，我直接拒绝了。您家不是还有一套小公寓吗？要不您卖了去，办婚礼生小孩，后续都需要钱，10万也怕是解决不了问题。大姨态度立马就变了，脸色铁青，指着我妈：你这人咋心这么狠呢？有闲钱不愿意借不说，还撺掇我卖房子。我那房子现在正在升值，你让我卖掉，不就是见不得我们家好？你心肠可真恶毒！我家小刚要是娶不到那女的，就是你害的。我被这番不要脸的言论气笑了，
懒得跟这种三观的人理论，干脆回房间不搭理他。当时婆婆也在家，还跑来劝我，说我那10万反正暂时也用不上，就借给他们呗，放银行利息也没多少，到底是亲戚，不要做得太难看了。要借您借，反正我不借。我态度强硬，没听婆婆的话，让她没有面子，在大姨那里还被阴阳了几句。再加上后来婆婆各种骚操作，矛盾也就越来越大了。婆媳之间有矛盾，在我看来很正常，只要不涉及到底线问题，我也能够得过且过，少跟她置气。但今天这番骚操作，着实踩到了我的雷区。我回复大姨，这么喜欢养老送终，现在就让大表哥给你送走呗。哦，对了，380的医保大表哥给你交了没？自己家的事情都整不明白，还教育起别人来了。大表哥一直没有工作，在家啃老，全靠大姨夫一人的退休工资养活3个人。上次听我婆婆说，大姨还来找她借钱交医保。我回复三姨，原来你这妖牛的呀！我现在就把我妈微信推给你儿媳妇，让她看看您是怎么耍威风的。三姨那儿媳妇最是泼辣，给她惹急了，她啥事都能做得出，所以一般三姨不敢招惹她。现在倒好，变成了她拿捏人家。我这一番回怼，那几个人终于消停了，没有在朋友圈继续聊天，怕我发疯，真搞出什么事情。晚上婆婆回来了，手里还拎着一个袋子，看到我当做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，进了厨房。我压抑了一整天的怒意，现在已经变得平静，走进厨房跟她说，妈，我给您发的微信你看到了吗？婆婆正把袋子里的东西拿出来，我闻着一股刺鼻的血腥味，捂住了鼻子。她爱答不理。哦，看到了。看到她这样，我忍不住急道，那张照片角度很不得体，您发朋友圈不觉得很不合适吗？麻烦您删掉。哎呀，都是我认识的人，有什么不合适的？点赞还特别多，还很多人夸你屁股大以后一定能生儿子。他还很得意的模样，仿佛不知道那张照片很不妥。看来让他主动删是不可能的了，抢他手机也不太可能。他天天手机不离身。刚好老公下班回来，我憋了一肚子的委屈，这一刻找到了宣泄口。看到他，我心口发酸。老公，你去跟妈说下，让她把朋友圈删了。今天这事情白天就跟老公讲了，那个时候他告诉我在开会没空说。这一会他冷漠地看了我一眼，我工作一天都累死了，一件小事你从白天念到晚上，至于吗？看着他烦躁扭曲的脸，我仿佛不认识眼前这个人。你这么瞪着我干什么？我说的有错吗？你天天在家里啥事不干，你懂我上班的辛苦吗？老公又恶狠狠地凶了我一顿，这话说的我在家好像什么事都没干一样。事实上，我每天起来就开始准备素材，拍视频剪素材，家里的家务活也基本全都被我包揽了。现在他说我啥事都不干，我觉得可笑。儿子，你跟他废什么话？他又不像你妈，我懂得心疼你。婆婆端了一碗汤出来，你快把这个喝下，大补的。妈，这是什么呀？那气味很腥很怪异。老公皱眉问了一句，有点嫌弃。婆婆神神秘秘的，这可是好东西，你三姨专门让我带回来的，说是什么紫河车，炖汤喝不仅大补，还能生儿子，你赶紧多喝点。三姨让带回来的紫河车，8成是三姨儿媳妇生3胎时候留着的，这都大半年过去了，先不说能不能生儿子，能不能吃都是个问题，喝再多都不可能生儿子，能不能生儿子得看他。我话说完，两人脸色都一变，婆婆脸色迷茫，
童虎脸色愤怒：“李娇娇，你在胡说什么？”看着他这一点就炸的反应，我无奈笑了。生儿子本来就是男人决定的，我有说错什么吗？老公，你在生气什么呀？童虎狠狠瞪着我，我无辜看着他，我知道我戳到了他的痛点。我跟童虎结婚3个月之后一直没有怀上，婆婆又催，我就带着她瞒着婆婆去做了一下检查，检查结果我没问题，童虎小蝌蚪存活率低。当时我想让她治疗一下，但她觉得有损她男人尊严，再加上医生说也有怀孕几率，我就被她哄回去了。这事情除了我跟她，没有任何人知道。为了维护她那男人自尊，我扛着婆婆催生压力不说，她却一点都不理解维护我，还对我发脾气。晚上童虎睡在了客房，我剪视频剪到深夜才剪完，想拿另外一个手机发视频，却没找到。想着白天在自我直播过，想必应该是落在那里了。我过去才发现老公还没睡觉。不仅没睡觉，婆婆还在她房间，两人不知道在嘀咕什么。我推门进去，他们俩并排躺在床上，贴得很近，此刻一脸慌张地看着我，声音戛然而止：“你进来不会敲门啊？吓死人了！大半夜不睡觉，跑来干嘛？”这种躺在一起的情况我也见过几次，起初我觉得恶心不理解，但老公跟我解释说她是婆婆一个人带大的，对她比较依赖而已。我还想说不合适，他直接一句话堵我：心脏的人看什么都脏。之后我就懒得理会，眼不见为净了。听着两人开口就是指责，我倒也不是很气，拿了放在书桌上的手机就出来。婆婆还在背后骂，跟游魂似的，娶了你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。我充耳不闻，拿着手机出来，还替他们关上门。等进卧室，打开手机一看，居然显示正在录音中，而录音已经显示有4个多小时了，正是我下午直播完之后开始的，估计当时随手不小心碰到了。我突然有些好奇，婆婆跟老公在房间说什么悄悄话。录音往前滑了一下，我听到婆婆进老公房间的声音，之后两人说的话让我浑身血液倒流，恶寒至极。儿子，你跟娇娇都结婚1年了，她肚子都还没个动静，你心里就不怀疑什么吗？婆婆说，你当初跟我说过，娇娇以前流过产，你说会不会是那个时候就落下病根生不了了？也有这个可能，流产很伤身的。老公说，当初要不是看她有点姿色，还天真好骗，我也不会娶一个流过产的老女人。哎，我看就是这原因，当初你们结婚的时候，我就不太赞同，不仅比你大3岁，还流过产，这不就跟二婚女人一样吗？要不是看在她赚钱能干，不要彩礼还陪嫁妆，我是断然不会让你娶这样一个女人的。我知道，妈，您放心，她如果听话懂事，我还容忍她几年，事后你我。但要是以后再敢顶撞你，我就跟她离婚。还是我的好儿子心疼我，你看看他今天对我的态度。我不过发了个朋友圈，他就跟我摆脸色。哪家婆婆不教育儿媳妇？也就她没大没小。不过你离婚也得先筹谋筹谋，将她陪嫁工资都拿手里来。我听说做自媒体挺赚钱的，估计她背着你藏了不少私房钱。对，还好当初我把工资卡放在您这里，她也不好说什么，不然还要觊觎我的工资。那当然，你放在我手里，妈都给你存着。等你拿到娇娇的钱离婚，再娶个年轻漂亮听话的，给妈多生几个孙子。我听完录音，在床上呆坐了1个小时，心中除了震惊之外，就是恶心愤怒。我到底嫁了一个什么样的魔鬼，在背后这么诋毁我，编排算计我？
明明是他小蝌蚪存活率低，现在怪我流过产不检点。明明他知道真相，却还要在背后诋毁我。也是，他本来就对我没感情，一切都不过是为了我的钱，以及我不图他任何东西。要不是手机录到两人的对话，我大约现在还蒙在鼓里，做着一家人幸福生活的美梦。无心插柳柳成荫，忍耐了这么长时间，在这一刻我终于决定，不能就这么放过这一家人。次日休息，童虎在客厅看电视，周艳梅在厨房做早餐。见到我起床，童虎立马从冰箱里倒了杯冰水，殷勤地盛到我面前。老婆，你醒啦？昨晚的事情我知道错了，对不起，你可以原谅我吗？看着童虎赤着胳膊，浑身都是肥肉，我一阵恶寒。当初我是瞎了眼吗？怎么会看上他的？果然结婚时候只图对方对你好是最不靠谱的。这才1年就原形毕露，不对，应该说人家根本就是处心积虑演戏，冲着你的钱来的。态度转变得这么快，非奸即盗。我坐在沙发上接过水，委委屈屈的，老公，你昨晚真的让人家好伤心，好难过。现在还没有到真正撕破脸的时候，他演我也就陪他演演。老公错了，最近这段时间工作太累，昨晚没控制好情绪。你放心，我已经跟妈说了，让她把那条朋友圈删掉了，还帮你教育了她一顿，她也知道错了。是的，娇娇，昨晚胡子教育了我一顿，我才知道那朋友圈确实很不合适，已经删掉了。不信你看朋友圈。我看了一眼周艳梅朋友圈，果然看不到了。不知道是真删了还是屏蔽了我。不过不管真删还是假删，这么长时间过去，基本上都看到了。周艳梅端了一碗粥放到我面前，妈给你赔罪，你就不要跟妈置气了，好不好？看着他俩对我笑，我忍住鸡皮疙瘩，点点头，假装事情就这么过去了。饭桌上，童虎吃了一会，看着我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。老婆，有个事情我想跟你商量下。我看着他，他接着说，我想买辆车。买车？怎么突然想起要买车了？童虎上班的地方离家很近，每天都是走路来回，这不是我们家还没车吗？买一辆代步也方便。更重要的是，以后我就能带着你到处旅游了。我点点头，一副被幸福冲昏头脑的神情。那挺好的，老公，我支持你买。说完，我接着吃饭，也不继续说什么。童虎跟周艳梅互相对视了一眼，他接着可怜兮兮的，老婆，可我现在钱不够，你能借我点钱吗？果然是冲着我钱来的。你还差多少？我现在手头有3万，还差52万。一听到这个数字，我差点没忍住翻白眼，这真是把我当提款机了。一下子开口要50万，是觉得我的小金库有这么多吗？自己只有3万块，就想买50多万的车，他真敢想。所谓的3万，估计还是当初从我这里要回去的彩礼钱。当时我嫁过来没几天，童虎就跟我说，彩礼钱能不能先放他那里，他跑业务，有时候应酬需要用到钱。当时虽然心里有点不高兴，但想着两人既然结婚了，是一家人，也没必要分得太细，反而伤感情，就给了他。那会他还说，老婆，你放心，你的陪嫁钱我1分都不会要的，这是岳父岳母给你的小金库，是属于你的。原来不是不要，是拐着弯要呢。老公，你买什么车要这么多钱？以咱们经济，买个10-20万的不就好了吗？周艳梅突然插嘴，20万的车那能叫车吗？连你大姨家的车都30万，咱们家可不能比他们家差。妈，您这样说的话，
这车您出钱买吗？周艳梅被我说的脸色一变，正要发作，童虎偷偷冲她使了使眼色，我假装没看到。老婆，你知道的，我一直都很喜欢奔驰那款车，难道你不想我买我最喜欢的车带你去你最喜欢的城市旅游看风景吗？不想。我当然想啊，老公。见童虎一下子变得兴奋起来的脸色，我苦恼地看着他。我要是有钱，肯定都给你了，老公。问题是我现在没有钱。童虎一下子有些不高兴了，但还耐着性子。你不想借给我就直说，干嘛扯什么没钱？你妈给你的10万，还有你工作赚的钱呢，难不成都被你花光了？我点头，难以启齿地看着他。老公，我虽然是做自媒体的，但是每个月也就3、4千块，只够家里日常生活的。另外，其实有一件事我一直都瞒着你，不敢告诉你。半年前，我想投资多赚点钱，亏了30万，那其中20万还是我找我闺蜜刘琼借的。我一直都不敢跟你说，怕你骂我。你少胡说八道了，这8成是你编出来的故事，故意不想给钱。怎么会呢？我那里还有借条呢，我去拿给你。我回房间拿了借条，递给童虎看，那上面白纸黑字，确实是刘琼借给我的。怕他不相信，我还把20万的转账记录发给他看。老公，你看，这是之前的转账记录。童虎拿着手机，婆婆也赶忙过来挤开，我看记录。等看完之后，婆婆就憋不住了，指着我大骂：你这个败家娘们，你居然把钱都霍霍了，我们家怎么摊上你这么个赔钱货呀？我坐在那里委屈地低着头，愧疚自责，无地自容。童虎一直盯着我看，那双犀利的眼睛似乎要将我看穿。我知道他还是不相信我，果不其然，他要我了我手机查我各种微信、支付宝、银行卡的余额。等查到后面，他脸色越来越难看，一把摔了我手机，瞪着我：贱人，你把钱转移到了哪里？因为我说钱都没了，童虎根本不相信，拉着我去银行查结婚这1年的银行流水，最后发现我的名下所有银行卡根本没有大额转出的记录，只有一笔大额转进，就是刘琼转给我的。而我的支付记录里确实在半年前有一笔30万的支付消费。童虎在银行气得不行，当着所有人面各种骂我，还扬言要跟我离婚。我当然哭着说不要，求他别不要我。他一把将我推开，甚至还要打我，被保安制止了。等他走了，保安扶起我，问我要不要去医院看看。我摇摇头，现在这节骨眼得继续演下去啊。童虎行动很快，等我到家时候，大门密码都换了。我站在门口，发现进不去，有些好笑。这是刚发现我没有利用价值，就直接翻脸不认人。我使劲砸门：老公，你怎么把密码换了？快开门让我进去啊！里面没有声音，但我确定他们就在家。我又开始叫：妈，你在家吗？给我开下门。依旧没有反应。我继续大声拍门，吵得邻居都跑出来问我发生什么事了。我一边哭一边大声说：阿姨，我老公不要我了，要跟我离婚。你个败家东西，你还好意思说？你把我们家的钱都败光了，还找人借钱。我们家娶了你这么个玩意，真是倒霉。我儿子说了，下周1就跟你去民政局离婚，赶紧滚吧！就算你再怎么好，我也不会让你进来的。我在门口哭喊了1、2个小时，嗓子都哑了。他们果然都没有开门。2人还在朋友圈发了要离婚的宣言。我看着差不多了，离开那里回了爸妈家。爸妈也看到了他们发的朋友圈，问我什么情况。我将前因后果讲完，
他们沉默半晌，就开始骂那对母子狼心狗肺，还宽慰我不要担心，这笔钱他们会帮我还的。果然到最后，只有娘家人才是真的家人，会真的担心我帮我想办法解决问题，以免事情中间出现差错。我没有跟梁老说太多。晚上，刘琼给我打电话，问我事情进行的顺利吗？我点点头，比想象中顺利。他们是一天都不愿意装，发现在我这里没办法榨取价值，就翻脸不认人了。那就好。当初你跟童虎结婚的时候，我就不太看好，还好我有先见之明，先让你留了一手。是啊，刘琼一直都看不上童虎，觉得他不靠谱。只是那时候我年纪大了，加上父母催婚，相亲下来发现童虎算是不错的，就那么结了，以为自己捡到了个宝，哪曾想好在我做自媒体的账号都是用的刘琼的身份信息，自然收入也是在他卡上。半年前他赚了20万给我，那时候我就是想给童虎买辆车，当时刘琼就制止我了。你们相亲半年结婚，如今认识也才1年多，你就掏心掏肺的对他好，生怕他不知道你钱多呀。他这个妈本来就极品，谁知道他有没有遗传他妈？你先别买，这笔钱你自己存着，或者放到什么地方去，等时间久一点，觉得他人品真的不错，你再拿出来。当时他为了让这笔钱看起来合理，还让我写了个借条，以防万一。我觉得他有点小题大做，但是想到周艳梅，还是先这样做了，决定一切交给时间验证。而那笔钱我直接在一个娱乐软件全部买了虚拟币，看似是消费了，但其实虚拟币在我账户上，后续我可以把币卖了，也就亏一些手续费。哪知道人心难测，我天天给童虎打电话发消息，希望他能够原谅我，不要离婚。童虎根本就不理我，甚至还给我拉黑。我又给周艳梅打电话，她一接起来就骂我：妈，可我到底是您儿媳妇啊，你们怎么能这样抛弃我？咱们不是一家人吗？鬼才跟你一家人，你一个败家娘们，还流过产。当初要不是有点钱，谁踏马愿意娶你？我儿子说了，明天就跟你离婚，你要是不同意，他就把你的事情贴大字报到处说，看你还有没有脸做人。可我们是夫妻呀，夫妻本该是一体的，难道就因为我把钱花光了，你们就不要我了吗？你是花光吗？你是还欠债呀？20万，你是想让我儿子给你还？想都别想。他说的我也怒了，就算离婚，他也是要承担10万负债的。我们是夫妻，他别想撇干净。童虎估计就在他身边，听到我的话，忍不住拿了过去，对着我一顿喷，想让我替你还钱。李娇娇，你想都别想，那钱是你找你闺蜜借的，我可不知道。就算要还，也是你自己还。可是法律规定，我还没说完呢，童虎就骂我。我劝你别打我钱的主意，否则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，老老实实跟我离婚，以后我们各不相干。不然，他话里都是警告。我哆嗦害怕的又求了他几句，他径直挂了电话。看来他是铁了心了，正合我意。周一到了民政局，办理人员询问我的时候，童虎一直恶狠狠的警告眼神，我假装害怕，说是感情破裂离婚。事情倒是很顺利，按照流程，我们只需要再等1个月，事情就能敲定。这1个月，我整天心里提着一口气，生怕事情出了差错。为了让童虎他们一家人对我厌恶至极，我还时不时的上门去找他们。我闺蜜刘琼也配合我演戏，去找他要钱。这样一来，更加坚定了他离婚的决定。终于熬到1个月之后，我拿到了离婚证。童虎很高兴，
大约是彻底摆脱了我这个累赘。看到我，他神色又沉下来，找个时间把你那些东西都搬走。虽然不想去他家，但是想想我有一些值钱的衣服和首饰啥的放那里，免得便宜他们，所以我跟着他一起回去。周艳梅本来在沙发上躺着看电视，看到我一个鲤鱼打挺就坐了起来，恶狠狠地瞪着我：“你跑来干什么？这里不欢迎你，赶紧滚！”妈，他来拿东西，拿完就走。童虎回客房，不用管他，反正我跟他已经离婚了。周艳梅屁颠屁颠跟着他进了客房，估计说我坏话去了。我回房间，将值钱的东西收拾好，放在一个行李箱，都没放满。这一年，我跟着童虎，他没有给我买什么东西。这些值钱的衣服首饰都是我自己买的，除了结婚买的3金。不过那些东西已经不在我首饰盒了，估计早就被周艳梅拿走了。如今想想，我真的是瞎了眼，应该早一点看清这一家人。好在现在一切都结束了，收拾好，我一回头就瞥到另外房间里，周艳梅跟童虎又躺一起去了，两个人在悄悄说着什么。真是要走了，还要被辣眼睛一回。想起之前被周艳梅发的朋友圈，以及童虎当时的态度，我拿起手机拍了一张。等我拿好东西出来，周艳梅立马起来，跑到我面前要开箱检查我的行李。谁知道你有没有偷偷拿我们家东西？她暴力打开我的行李箱，在里面胡乱翻了一圈，发现什么东西都没有，这才恶狠狠地说：“赶紧滚吧，以后别让我看见你，我也不想看到你们丑恶的嘴脸，让我恶心的想吐。”我拿起行李离开这个生活了快1年的地方，直接去了闺蜜那里。朋友圈里，周艳梅跟童虎都发了朋友圈，庆贺终于摆脱我这个生不出孩子的二手女人了。看到亲戚们都在下面点赞评论恭喜，我也顺手发了个朋友圈：就你会生，这是打算生2胎喽。配图是今天周艳梅和童虎躺在一起的照片，我随便给自己点赞评论，终于离婚了，再也不用看到恶心的嘴脸了。这照片一发出来，我朋友圈直接炸了。刚子，我去，二姨这是跟虎子在干嘛？妈耶，开眼了！大姨回复刚子：你在胡说什么？没大没小的，赶紧删掉。大姨评论我：娇娇，你自己不检点，生不出孩子，还在外面借钱，你这种女人哪家娶了你都倒霉，还在这里抹黑你前婆婆，太没道德了。我回复大姨：呦呦呦，教育起我来了，有本事教育自己儿子啊，把别人女孩整怀孕了，对方父母都要上门揍他。哦，对了，你个不要脸的，为了摆平事情，还想找我借钱给彩礼，把人家娶回家。见过婆婆打儿媳妇嫁妆钱主意的，没见过连亲戚都来打主意，真是好不要脸。大姨回复我：你在胡说什么？谁打你嫁妆钱主意了？你别血口喷人。我回复大姨：有脸做，没脸承认。原来你也知道丢人呀，我还以为你不知道呢。大姨没理我了。三姨回复我：娇娇，就你这性格，当初要不是胡子要你，你到现在都嫁不出去，谁让你不会生呢？你要是像我儿媳妇一样，能生个孩子不就好了？现在也不至于被离婚。说到底，还是怪你自己当初不检点。我回复三姨：哎呦呦，就你儿媳妇会生了3胎，天天让你带累不死你，让你儿媳妇再努力，生7个。我看你现在还是太闲了，还有时间来教育我。最后，我又发了个条评论，统一回复大家：我跟童虎都去医院检查过身体，我没有问题，是童虎小蝌蚪质量存活
低我才无法怀孕。一直以来，我为了维护她那可笑的自尊，背锅被骂。今天老娘就告诉大家这个事实。我又发了一张医院检查单发在了朋友圈里，很多人评论，我都回不过来。正在这时，童虎电话打过来，我直接拒绝，然后拉黑。他又给我发语音，让我删掉朋友圈。婆婆也在一边急得大骂，说不会放过我的，到底是谁不放过谁呀？我只回了一句，刀子只有扎在自己身上才感觉得到疼。现在你们感觉到疼了吗？当初周艳梅在朋友圈发那张照片，我让她删掉，她不乐意。童虎也觉得我大题小做，还骂我。如今我也要让他们尝尝这种被人议论的滋味。晚上，趁着大家都闲下来，有时间翻朋友圈了，我将周艳梅和童虎那个时候的密谋录音发在了朋友圈，配文：大家看看这对母子的嘴脸，然后关机睡觉。经过一个晚上的发酵，我的朋友圈已经传遍了。不仅如此，我微信上还有一些自媒体朋友，他们直接搬了我的录音，然后发在了抖音、微博上，引起了很多人关注。我看了一眼评论，基本上都是骂他们母子的，说他们不怀好心，当初结婚就是为了钱，如今我没钱了，就直接给我扫地出门。甚至有网友人肉出了他们的信息，将他们住址、电话、工作单位等等东西都扒了出来。听说那段时间好多人打他们的电话骂他们，甚至还有人找到了童虎的公司，给他公司领导举报此人品行不正。公司觉得影响不好，将他请退了。而这件事闹得很大，童虎重新找工作又难，没有钱就找周艳梅要，准备做点小本生意，但没想到周艳梅却拿不出钱。一问才知道，周艳梅跳广场舞的时候认识了一个老头，被人家把钱都骗光跑了，气得童虎跟他两人在家里打起来，周艳梅被打得头破血流，邻居报了警才结束。童虎后来还给我打过电话，痛哭流涕地说自己知道错了，想让我原谅他，要跟我复婚。我喝着下午茶淡淡道，可是我还负债20万，你愿意拿10万给我还账吗？童虎直接挂了电话，之后再也没有找过我。后来据说两人将房子卖了，回了乡下，在之后就没有听到他们消息了。至于我，那次录音事件出来之后，有人扒到我的抖音账号，给我涨了一波粉丝。这些网友天天给我鼓励安慰，让我的事业也越来越好。而我从这次婚姻之后，父母也不再催我去找男朋友结婚，只要我开心就好。而我一心都在事业上，只想努力搞钱，让自己晚年无忧。全剧完。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。剖腹产后，婆婆发了条朋友圈，喜得大胖孙，感谢儿子让我荣升奶奶，儿子辛苦了。我反手辞退了月嫂，然后把老公顶着黑眼圈洗尿布的照片发在朋友圈，感谢老公照顾我和宝宝，老公辛苦了。朋友圈是早晨7点发的，婆婆的电话是7点02来的。宁宁，你不是请了月嫂吗？为什么是小辉在洗尿布？他一个大男人，怎么能干这种活？开局3连问，语气中尽是责备。我漫不经心答道：哦，这个月嫂我不满意，辞了。你给辞了？对呀，我辞了。婆婆开始阴阳怪气。哎呦，当初可是你非要喊着请月嫂的，我当然要请了。因为天天跳广场舞的婆婆明确表示自己身体不好，不能帮忙带孩子，当然我也没指望她能带好孩子。紧接着婆婆又说，走了也好，费那钱没必要。其实月子里的孩子除了吃奶就是睡觉，你一个人肯定没问题的。
我冷笑：“妈，你在说什么呀？当然是让您儿子照顾宝宝了。”婆婆一听这话，急了，声音立马高了8个度：“那怎么行？这么辛苦，我儿子身体怎么受得了？”我用他自己的话反驳他：“怎么会辛苦嘞？月子里的孩子除了吃奶就是睡觉，他一个人肯定没问题的。”婆婆直接哑口无言。我继续加火：“不光是宝宝，他还要照顾我呢。洗完尿布就给我做月子餐去了，3餐2点，少一顿都不行。我可是要喂奶的。”婆婆破防了，破大防了。生完宝宝，我因为剖腹产的刀口痛到整夜睡不着，这期间还经历了堵奶、发烧、伤口感染、盆腔粘连各种问题，简直疼到我怀疑人生。而婆婆只是因为看到老公找了几趟护士，抱着孩子去打了个疫苗，就觉得他是个劳心劳力的好爸爸。我出院后，他就回老家了，然后发了那条让我火大的朋友圈。更可气的是，我拿着手机给老公看，他却根本不当回事。你是不是生完孩子太敏感了？我妈只是太开心了，肯定没想那么多。我看你就是小题大做，给我气乐了。行吧，你妈没想那么多，那你就多干点活。她说你辛苦，你就贯彻到底。我当天就辞了月嫂，老公开始表示不理解，差点还跟我吵起来。可惜请月嫂的钱是我掏的，我有绝对的话语权。孩子醒了哭了，老公抱着哄；孩子尿了拉了，老公换尿布洗屁股；孩子吃奶睡觉，老公去厨房忙活。然后就有了我发在朋友圈那一幕。和婆婆通完电话当晚，她就拎着大包小包赶来了，进门就把正在洗锅的老公推出了厨房。哎呦呦，儿子哎，你是要把妈给心疼死啊？别洗了，妈一会儿洗，看你这手都泡皱巴了。我从卧室出来的时候，他正从行李里一样一样往外掏东西。儿子，这是你喜欢的干豆角，和排骨焖一起吃最好。这腊肉和笋丝一炒，你小时候就爱吃。还有这个，我今早特意去山里买的老母鸡。你这几天带孩子累着了，得好好补补。你看你这孩子都累成什么样子了，妈来了，你就好好休息就行了。总之，没一样是给我这个产妇带的。老公诧异问他妈：“妈，您这是打算来帮忙看孩子了？您不是身体不好吗？我没叫您，就是怕把您累出病了。还真是孝顺啊！”果然，婆婆一听这话，感动得差点抹眼泪。好孩子，妈知道你孝顺，可是妈舍不得看你那么累。再过几天你就上班去，孩子的事儿你别操心。老公讪笑了下，没接话。婆婆还不知道呢，她的好带儿因为得罪领导，自己心虚辞了职，到现在还没找到新工作。为了不让婆婆焦虑，老公求我千万别把这事儿告诉他妈。我表情讥讽，婆婆这时候好像才刚刚注意到我，她立刻换上一副施舍的语气：“宁宁啊，我可把丑话说前头，别指望我会一直帮你带孩子，就带到你出月子为止。”我眉头一挑，因为出了月子，产妇就能干活了是吧？老公点头附和。我妈腰疼，你别老让她抱孩子，还有给孩子换尿裤、洗屁股这些事，她也做不来的。哦，合着人来了就不是帮忙带孩子的呗？那来逞什么能？而老公的态度让我对他更加失望。他一个待业在家的无业游民，不说好好表现照顾刚做完手术的媳妇，光知道心疼他那生龙活虎的老妈。果然，生了孩子才能看出来，你嫁的到底是人是狗。心寒，不过我没发作，语气平静地表示：“没关系的妈，我也舍不得让您辛苦。您要实在觉得为难，晚2天我给您买回去的票。”我眼神落在老公身上，
又补充了一句：“反正我这里又不是没人在。”婆婆最听不得这话，眼珠子一瞪，做事要跟我争辩几句，被老公劝住了。两个人进了卧室，还在嘀咕：“什么太矫情了？我们那时候没出月子就自己做饭了。什么呢？有让大老爷们干这些事儿的？什么儿子你放心，妈来了，保管这1个月管得他服服帖帖。”我眯起眼睛，谁把谁管到服服帖帖还不一定呢。两个人从卧室里出来，都换了一副表情。老公去主卧看宝宝，婆婆坐到沙发上。宁宁，宝宝现在这么小，晚上要醒来吃好几次奶吧？那你跟小辉岂不是都睡不好？婆婆开始假笑，我看你跟小辉还是分开睡得好，反正总要有一个人累，没必要两个人都睡不好吧。等孩子大点了，断夜奶了，能睡整觉了，你们夫妻俩再睡一起。原来是心疼自己儿子半夜要起来呢。我问，这也是小辉的意思？婆婆点头，他睡在旁边，又是打呼噜又是翻身的，也影响你跟宝宝啊，你说是不是？我眼神一暗，让我一个刚做完手术的人，半夜起来独自给孩子喂奶哄睡换纸尿裤，这母子俩竟然都觉得这是没问题的。但凡换个性子软的女人，只能独自委屈生闷气。可惜了，我可不是什么软柿子。我眼睛一亮，露出欣喜的表情。妈，你真这么想啊？那就这么说定喽。我跟小辉分开睡。婆婆有些意外我的反应，很快她笑了，大概是很得意自己的话这么管用，嘴巴快咧到了耳朵后面。她壮似大度地说，那就让小辉去睡次卧那个小床，你睡主卧。为了自己的老婆孩子，他大小伙子委屈点就委屈点，冠冕堂皇，听得我差点吐了。他儿子一个人去睡次卧，到底是真委屈还是假委屈，大家心知肚明。我连连摇头，那不行，小辉和宝宝两个人怎么能睡次卧的小床啊？我去，他跟孩子睡主卧。婆婆有点没反应过来啊！我趁她还愣着，火速跑进主卧，把我的被子、枕头和一些其他个人用品通通搬进了小卧室。妈，孩子刚刚喂过奶了，半夜吃奶，让小辉给我抱过来就行。然后在婆婆和老公傻眼发呆的时候，我砰的一声关上了门，一气呵成。等婆婆回过神来，我已经锁好了门，安安心心躺在了床上。宁宁，宁宁，哎，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！你先出来，你误会了我的意思了。小辉一个大男人怎么带着孩子睡啊？狗屁歪理！大男人怎么了？除了喂奶，妈妈能做的事，男人哪件不能做？自从结婚以来，婆婆跟我不怎么亲近，我都无所谓。大家维持表面的和平和客套就行了。可现在我生了宝宝，最需要家人关心的关键时刻，她只想着自己儿子辛不辛苦、累不累，实在是有些欺人太甚。婆婆的破锣嗓一叫，外头的宝宝就大声哭了起来。我听见老公在说：“妈，你小声点，孩子都哭了，不是说刚给喂过奶吗？不可能是饿了吧？不知道啊，平时哭了都是宁宁在哄的。行，孩子哭了，我不信他还不出来。”婆婆的声音突然低了下去：“儿子，一会儿你就跟你媳妇说自己晚上哄不了孩子，容易饿着或者冻着孩子，她一心疼，还是得自己带孩子睡。我跟你说，没有哪个当妈的能忍得住。妈，这样好吗？有什么不好的？她是孩子的妈，本来就应该24小时陪着孩子。”音量虽小，我在卧室里听得一清二楚。我默默翻了个白眼，我提高声音：“孩子就是困了，你们快点把他哄睡就好。我也困了，先睡了哦。”外头两人不说话了。切，想用孩子来拿捏我，那就错了。
大错特错！只要我心狠，谁特么也别想用孩子绑架我。更何况我知道婆婆顶多就是嘴上说说，他们老陈家的宝贝孙子，她怎么可能舍得让受罪呢？到底是心疼自己儿子会累着。当晚孩子是跟着婆婆一起睡的，我无所调位，反正别想让我一个人苦哈哈带着孩子。而本该一起分担的老公却在隔壁呼呼大睡。半夜婆婆抱着孩子来找我喂奶的时候，垮着一张黑脸，眼神哀怨，像怨气十足的女鬼。我贴心地说，妈，您这是何苦？还是让小辉带着睡呗。婆婆没接茬，宝宝在我怀里吃奶，婆婆又用她那招牌假笑对我说，宁宁啊，孩子半夜要吃奶，你这个亲妈不在身边，真是不方便。我看还是把孩子就放你旁边睡吧。说完，她不给我机会，扭头就走。咔嗒一声传来，她有样学样，把她那头的门也锁了。我勾勾嘴角，不急不躁的等宝宝吃完奶，就推开了主卧的门。我先把宝宝轻轻放在床上，然后一巴掌拍醒熟睡的老公。老公睡眼惺忪，困得眼皮打架，话还没来得及说呢，婆婆就突然从外头冲进来，她把刚刚坐起来的老公按下去。小辉，你快睡。婆婆抱起了宝宝，路过我身边时想说什么，又忍住了。我嘴角噙着似有若无的笑，也没说话。早晨睡醒，神清气爽。婆婆已经做好了早饭，别说，还挺丰盛。我正要动筷子，她把桌上的菜推远了一点。宁宁，产妇不宜吃荤腥油腻的东西，不利于产奶。然后她给我递过来一大碗黑不溜秋的玩意，你喝这个，这是我特意跟人家要来的催奶偏方，熬了2个小时呢。各种我叫不上名的药材挑在碗里，还有些煮得烂乎乎的，像呕吐物一样，伴随着呛鼻的味道，喂猪猪都嫌埋汰。我忍不住干呕了2下。妈，我不喝这个。不喝怎么行？你奶水不够，难道要让孩子每天饿肚子啊？我无语。从昨晚到今早，宝宝总共吃了4次奶，婆婆就问了我4次，而且每次都是一模一样的话，奶是不是不够吃？我拒绝她，妈，我真不用喝这个。婆婆脸色当场就变得不太好看。昨晚我可都看时间着呢，孩子每次喝奶要10几20分钟，不就是你奶太少了吗？而且每次喂奶中间要隔2个小时，我孙子早就饿了吧？宁宁，你是当妈的人了，不能什么都由着自己意愿来，一切要为孩子考虑，就听我的。这个药以后每天早晚各喝1碗。来了来了，婆婆带着她的铺来了，我就笑笑不接话。婆婆不高兴了，扭头对老公说，小辉，你说妈说的对不对？我把那碗黑暗料理往老公面前一放，来，你给咱妈解释解释。老公小声道，妈，你确实不用弄这些，没必要。婆婆脸一沉，不满了，小辉，事关孩子，你可别任由你媳妇胡闹。你看她胸那么小，奶怎么可能够？她急了，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。看在她年龄大且无知的份上，我暂且不计较人身攻击这件事。我用力拍了一把老公，他咳嗽了2声。奶水多少跟胸大胸小本来就没什么关系，是要看乳腺分布的。现在孩子吃奶时间越久，越有利于刺激母乳分泌。他吃得多，妈妈的脑垂体分泌催乳素，自然会产生更多的母乳满足需求。而且现在都倡导科学喂养了，1次性吃久吃饱，再睡个2、3小时很正常。不看时间，一会儿喂一次，一会儿喂一次的，孩子肠胃负担也重，更不好了。孩子排便和尿尿的次数都正常，说明吃得够着呢。
婆婆听到最后，嘴巴半张，好半天愣是说不出一个字。我双手抱胸，很满意老公的总结报告。不枉我孕期一直给他灌输各种生育和哺乳常识，强拖着他去听讲座，被儿子一番言论打脸。婆婆兀自嘴硬：“你们小年轻懂什么？”我清了清嗓子：“妈，反正这个东西呢，我是不会喝的。你要真觉得孩子吃我的奶吃不饱，没关系，咱们换奶粉就好了。现在跟以前不一样。”虽然提倡母乳喂养，但也不是非得让孩子喝母乳。一罐奶粉几百块，1个月2000块也就差不多了。让小辉勤快点，每天洗7、8次奶瓶也没什么。还有就是晚上要一直准备着40度的温水，宝宝喝完了，奶瓶也要及时洗干净，不然容易滋生细菌。咱们宝宝没喝过奶粉，要提前考虑好各种问题，什么上火呀、便秘呀、肠胃不适啊、口味不合要换奶粉啊。听着我的话，婆婆的脸越来越黑。催奶事件最后以婆婆闭嘴认输而告终。后来我喂奶的时候，只要她敢嘀咕，我立刻建议，要不咱还是换奶粉，有种奶粉特别好，1罐400多。就让小辉买那个，2回下来他就消停了。但我知道他心里肯定还是不服气的，我总跟他对着来，这么不听话，他心里能舒服才怪了。婆婆卯足了劲要在各方面拿捏我，以此来彰显她的地位。8月的天气，不许我在卧室里开空调。宁宁啊，也就30多度而已，开着费电是小事，把你跟孩子冻着了就不好了。好啊，那就都别开。妈，你那头和客厅的空调我也关了。我抱着宝宝进进出出的，一会儿冷一会儿热，更容易生病哦。结果最后是他儿子先热得受不了，鼻血狂飙。他再也不说别开空调的话。一桌子吃饭，母子俩炒腊肉、烧蹄膀、酱大骨。我面前是土豆丝、小米粥、馒头片。宁宁啊，孩子昨天拉的便便不太正常，肯定是你饮食上的问题。今天就吃点简单的，全是淀粉，看着多却消化快，很容易饿。吃不了一点。我不带犹豫地掏出手机，给自己叫了肯德基。妈，你说的对，我吃的都是你做的，可能确实有问题。我吃2天外卖看看。2个人对我叫外卖的行为很不满。老公想发话，我一句你什么时候去上班，他立刻闭嘴。数个回合下来，立志要把我管教到服帖的婆婆屡屡碰壁。才来了1周，她精神肉眼可见的萎靡了，跟老公偷偷抱怨我的次数也明显增加了。婆婆不开心，大孝子老公就不得劲了。他跟我说，不管怎么说，妈都是好心，她来给我们带孩子做饭挺辛苦的，你有时候也要体谅老人啊。拎得清的老公都是相似的，但拎不清的老公各有各的脑残。到底是谁不体谅谁？难道谁老谁就有理？我表面上附和他，对，我也觉得妈挺不容易的，要不是我现在还在坐月子，我肯定要帮她分担。这样吧，还是让妈回去，反正有你在呢，对不对？老公不说话了，好一会儿他又不甘心地说，那别老让她在家居着总行吧，我妈爱出去玩，给你做饭洗衣服，她够累的了，还不能出去散心。老实讲，婆婆的种种骚操作还不至于让我生气，可老公这番话真的惹怒我了。我把手里的东西直接摔他脸上开骂，陈志辉，你脑子是不是吃多了，蹄膀被油蒙了？你妈来帮忙，我是该感激，但你搞清楚，归根到底，她不是为了我才来的，是为你跟你儿子。我一个产妇坐月子，我本来就不应该做家务，不是她做，那就是你做。你说说，
她究竟是给谁做饭，给谁洗衣服？还有，做饭是我一个人吃吗？衣服只给我洗了，她被拘着不能出门，是因为我不让吗？亲妈做家务辛苦，你亲老婆肚子上划了一刀，拼了半条命生个孩子，难道不辛苦吗？既然心疼她，你怎么不多做点呢？你怎么不跟她说，不用她伺候月子了，想让你妈出去玩，出去散心，大可以现在就去跟她说呀。老公说不过我，黑着脸走了。没一会儿又灰溜溜的来找我，求我允许他过几天出去找工作，在他妈面前就说他是上班去了。几天后，老公假装每天上半天班，实际是去找工作，而婆婆得了老公叮嘱，跟拿到圣旨一样，理直气壮地跟我说要出门去跳广场舞。第一天，她出去跳了2个小时广场舞，我没说什么。第二天，她出去打了3个小时麻将，我还是没说什么。第三天，她一出门就给我打电话，我出来跳舞，碰到一个老乡，他约我去他家玩呢，我实在推辞不了。今天的午饭你自己解决下吧。说罢，他就挂了电话。我笑了，这一天玩得挺充实的。没关系，我立马花钱在网上找了2个人，一个人负责做饭，外加照顾宝宝，另一个上门给我做产后修复和面部护理，也特别充实。婆婆回来的时候，我的护理也刚刚结束，我当着她的面给2个人扫钱，一共2500。婆婆脸上的笑挂不住了。人走了以后，婆婆黑着脸质问我：宁宁，小辉挣钱也不容易，你怎么能这么乱花？妈，我生孩子也不容易呀，花点钱怎么啦？而且我花钱，也就是你花钱啊，妈。婆婆急了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怎么花钱了？我不慌不忙给她解释，你看呐，花钱请人，有人给我做饭了，有人照顾宝宝了，你呢，也有时间放松散心了，这不就相当于花钱给咱俩都买了享受吗？婆婆气得差点跳脚，什么歪理？我就出去一会儿，你就把我儿子的钱流水一样的用，说叫外卖就叫外卖，说找钟点工就找钟点工，还在你脸上整那些没用的。周宁宁，你这是过日子的样子吗？你现在生孩子在家1分钱不挣，家里吃喝拉撒用全都得靠我儿子，你败家还有理了？婆婆吼的声音太大，把睡着的宝宝都给吵醒了。我静静盯着她，她眼睛一瞪，我哪句说的不对吗？照你这样，迟早得把家里的钱造光。我微笑，妈，我要是你，我不会生气，毕竟你在生气。我想花钱还是会花。婆婆要被我气疯了，指着我说等她儿子回来要我好看，然后扭头就进了她房间，把门重重一摔。晚饭的时候也没出来，无所谓，我继续点外卖。我悠哉悠哉吃着晚饭刷着剧。老公的二婶突然在陈家大院里发了3张图，我点进去乐了，这是发错地方了吧？二婶发的居然是婆婆跟她吐槽我的聊天记录。人淡如菊，哪个女人生孩子不受罪？就她矫情。人淡如菊，让我儿子忙前忙后，我要再不来，我儿子一个人怎么受得了？你说说，哪有让大老爷们洗尿布的？人淡如菊，空调能开20多度，孩子的脚也不给盖着点，成天跟我叨叨什么科学养娃，狗屁！谁没养过孩子？谁没带过孩子？我们家小辉我带着，不也好好的长大了？人淡如菊，我来这几天，他除了吃就是睡，要不就看手机。小辉照顾完他就上班，他呢一点都不体谅，花男人的钱一点不带心疼的。类似的抱怨还有很多，可见婆婆对我的不满已经达到了顶点。几分钟后，
二婶在群里发了个尴尬的表情，对不起，撤不回来了。群里10几个人都不说话，我发了个消息，没关系的二婶，要不是你手误，我还不知道我妈对我意见这么大呢。这时候老公二叔说话了，一家人磕磕绊绊常有的事，都不是什么大事，别伤了和气。紧接着其他人跟上，对，大嫂就是性子直，有什么说什么，宁宁别往心里去。坐月子嘛，产妇体内激素影响，容易心情不好，婆婆伺候月子也辛苦，互相体谅才对，都是为了孩子，有什么说开了就好了。宁宁身体还在恢复，别多想。我回复，谢谢大家，我不生气。婆婆跟老公2个人始终一言不发。10几分钟后，老公的电话来了，一接通就跟我大喊，周宁宁，我妈怎么你了？她说一个人在卧室里哭了一下午，晚饭都没吃，你欺负一个伺候你坐月子的老人，很牛逼是吗？我提出质疑。她早晨9点出门，玩到下午5点回来，然后就跟二婶吐槽我，还有时间哭？你别跟我避重就轻。总之就是你故意给我妈气受，不然她不会那样。她哪样啊？她装绿茶。电话那头的老公大怒，怎么说话呢你？那是我妈。我淡淡道，对，她是你妈，你是她儿子，你们才是一家人呗。我就是个给你们老陈家生儿育女的工具人呗，生出来伺候我坐月子是给我脸面了，不是你们作为丈夫作为孩子奶奶应该做的。你是不是太得寸进尺了？我们是没给吃还是没给你喝？孩子生出来我没照顾吗？你躺在床上我没给你做饭吗？多少男人一点家务都不会干，我够可以了。我点头，你是照顾了，也给我做饭了，但这些难道不是你本来就应该做的事吗？做了你就了不起了？难道组建家庭生个孩子，男人就动那几分钟就行了，剩下的全交给女人？还有，别把什么垃圾货色都拉出来衬托你，那种人在我这里连男人都不是。说完我就挂了电话。婆婆从房间里冲出来，气得脸红脖子粗，你简直就是个母老虎！我儿子挣钱养家，是一家之主，你哪来的脸冲他大呼小叫？我踢了踢牙，我虽然休产假，公司还在给我发工资呢，挣钱养家就是一家之主的话，那这个家现在就是我做主。婆婆皱眉，你胡扯什么呢？你爸妈现在都不在了，你除了依靠我们家，依靠我儿子，还能怎么样？怎么好意思说这个家你做主的？我脸色一沉，不说话，看向婆婆。她叉着腰呵斥我，不是吗？也就是我儿子心善财，一直容忍你。我冷笑了下，吃饱了。我擦擦嘴起身，绕过婆婆回了房间，冷静地拿上我的证件、挤奶器和几件衣服，然后背着个小包，在婆婆诧异的注视中出了门。婆婆追出来的时候，我刚好进电梯，孩子一会儿该喝奶了，冰箱有我挤好的奶，奶瓶我前几天也买了。对了，记得让您儿子买奶粉，冰箱的奶最多够喝2天。婆婆这才反应过来，我是要离家出走。她震惊不已，周宁宁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孩子都不管了？老娘才没疯，你们都疯了，我也不会疯。我找了家环境品质都好的酒店，开了房，泡澡、看剧、吃烧烤，美得嘞。当晚老公和婆婆疯了一样给我打电话发消息，无非就是指责我不负责任，把孩子丢下就不管了。电话我不接，给老公回了个微信，笑死了，孩子是我一个人的吗？你们想出门随时就走，我就不行，饿了就给吃，哭了就哄。你们2个手断了还是脚断了呀？可你是孩子亲妈呀，亲妈自己出来潇洒违法了。周小宁，你真够狠心的，
孩子受罪就是因为你的不负责任，别跟我放屁，我嫌臭。我反过来指责他，孩子现在是你们在照顾，受罪就是因为你们不负责任。我没再理他，手机开了静音，睡了个好觉。第二天醒来，手机消息99加，陈家大院里也热闹得很，一家人哪有隔夜仇啊？哪个当妈的不爱孩子啊？能把宁宁气到离家出走。不管怎么说，就是小辉，你这个当老公的没做好，快去给宁宁服个软，道个歉。宁宁这孩子心直口快，但是个明事理的好孩子。老公给我发了10几条小作文，但无一例外都是在指责我，哪有什么服软道歉。他发给我的最后一句是：我看你能硬气几天。婆婆那边也是神同步，你有本事就永远别回来。一切都在预想之中，这母子俩根本不觉得自己有问题。就算这时候陈志辉真的跟我道歉，不过是为了让我回去照顾孩子，并不是真的跟我感同身受。我叫上闺蜜一起吃了西餐，看了电影，美美玩了一天。她问我到底怎么打算的，我笑了笑，不忙的话，跟我去见见律师呗。离家3天，老公终于受不了了，语气放软来求我回去。我骂他傻逼。我在家的时候，母子俩以为事事都是靠他们，我只是个好吃懒做的人。我不在家了，才发现原来孩子吃母乳是最方便的，不需要2个人每次手忙脚乱冲奶粉、洗奶瓶。才发现原来他们晚上能睡得好，是因为有我在，有我一晚上起3、4次喂奶，孩子才睡得快，睡得香，不哭闹。才发现他们每顿饭吃得安稳，是因为我在哄孩子、逗孩子，给他们留出了安静的用餐机会。宁宁，我错了，我那天语气不应该那么冲。你在哪儿？我去接你好不好？陈志辉，你错的不是态度，是你骨子里对我这个为你生了孩子的老婆没有该有的尊重，所以你妈才会肆无忌惮，一意孤行的一次次恶心我。陈志辉深吸一口气，我跟我妈说好了，你回来，她保证不再像以前那样了，咱们都各退一步好不好？退？我又没做过分的事，我凭什么退哦？不行，我直截了当拒绝。陈志辉，我已经联系律师了，离婚协议待会儿我就发给你，婚后财产1人1半，孩子归我，你每月付抚养费。陈志辉在电话里大喊：你要跟我离婚？不是，周宁宁，你没完没了了是不是？我都跟你道歉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不管我妈做了什么，她能有什么坏心？别在我面前秀你的智商下限。道歉与否，在于你是不是真的认识到错误了，而不是给我脸、给我台阶下才道歉。我跟你离婚，是因为我发现我们2个人并不合适。我对于未来跟你一起养育孩子、经营家庭已经失去了憧憬和信心，但是你却又于什么婆媳矛盾这种表层原因，最后给你一个忠告：婆媳不和就是老公不作为，根本原因是你。律师帮我你的离婚协议，我发给了陈志辉，他嚷嚷着说不会签的。我说随你，走诉讼离婚也不是不行。婆婆知道我居然敢跟她优秀的好儿子提出离婚，气急败坏地给我打电话：周宁宁，你不过就是靠着我儿子养，你那些护肤品、化妆品没一个便宜的，花钱这么大手大脚，离了婚让孩子跟你喝西北风吗？真跟我儿子离了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，威胁别人这种手段，玩过火了，小心自己翻了。我笑了，事到如今，他竟然还天真的以为我是在闹脾气呢，真不知道他是对自己的儿子太自信，还是把我想得太没用。已经这时候了，
我想我也没必要帮您儿子替他隐瞒了。我生孩子的前3个月他就失业了，他本来工资就没多高，他的工资交房贷，我的工资养家用，孩子的费用一起掏。您说我占他便宜了吗？婆婆跟我吼起来：你放屁！小辉每天都出去上班，什么失业？他都快35了，这个年龄找工作很尴尬的，祝他尽快找到工作吧。毕竟我俩离了，他还得付孩子的抚养费呢。挂了电话后，我在陈家大院发了一段话，感谢亲人们的关心。未来不论我和陈志辉关系如何，我还是会把大家当长辈和朋友，祝大家一切顺利。随后我退了群，此时婆婆才真正的明白，我是真的要跟她儿子离婚。她慌了，有些人贱在什么地方呢？他们觉得你生了孩子，你当了妈，做任何事都是应该的，你喊累那就是矫情，而孩子的爸爸做了任何事，那是额外的付出，是值得大肆表扬歌颂的事情。你的抗议，你的抱怨，你的消极，不但没用，还会变成他们再次攻击你的理由。你要是包子，那只能被气死。婆婆和老公连夜找了警察报案，然后在我住的酒店找到了我，试图挽回。婆婆抱着孩子，难为情地跟我说：宁宁，之前都是妈做的不对，妈跟你道歉。你跟小辉2个人走到一起不容易，现在还有了孩子，不能这么轻易离婚呐。你这几天不在家，孩子多想你啊，你也舍不得孩子吧？陈志辉也放低姿态：宁宁，我跟我妈商量好了，咱们还是请个人来帮忙，这样大家都轻松。我保证以后不乱对你发脾气，我也保证我一定会赶紧找到新工作的。2个人这番话是不是真心实意，我没空琢磨，因为我已经做好了决定。不用了，咱们要么民政局见，要么法庭上见吧。看我油盐不进，婆婆终于装不住了，眼神发狠：我跟我儿子都给你道歉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你这种狠心的女人，活该被人离婚。儿子跟他离就离，但是我陈家的宝贝孙子，你别想抢走。说完他还抱紧孩子，好像我会立刻去抢。我直接开门送客，嘴硬也就是骗骗自己罢了，于事无补。对了，您不知道，您儿子一定清楚，哺乳期离婚，孩子一定是判给妈妈的。这也是我为什么敢离家出走，不带着孩子的原因。我根本不需要跟他争一时之快。婆婆绷不住了，在她崩溃发怒的那一刻，我关了门，外头响起了一阵驴嚎。真是作孽呀，怎么就摊上了这种媳妇？家门不幸啊！无计可施的婆婆发了条控诉我的朋友圈，骂我故意跟她对着干，骂我狼心狗肺，骂我不配当妈。我还没说什么呢，陈家人一个个跳出来都帮我说话。大嫂，你自己也要反思下自己的问题，现在又不是旧社会了，不兴给儿媳妇摆谱，拿捏儿媳妇要听话那套了。虽然咱们是亲戚，这事我得站宁宁，他就不是那种任意胡来的孩子。小辉哥同意离婚了吗？舍不得宁宁姐，本想得道生源的他，哪料到竟然会众叛亲离。没一会儿他就删了朋友圈，假装无事发生。律师给我来电话：周小姐，后天开庭，您准备一下。好，生了孩子才算真正认清这家人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不缺重新开始的勇气和底气，希望你也是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